如何合法的毁掉一位好演员？不用买凶杀人，亦无需造黑料泼脏水。最折磨的一种方法就是把他戏路定死，工资没收，让他一辈子只演一种角色，演到老，腻到咽气。李安尼逊从即刻救援开始，以56岁的高龄转型动作明星，即将古稀之年，他依然在营救的路上，救完闺女救老婆，救完老婆救情人，他自己营救不倦，观众反倒累趴了。邹兆龙凭一张坏人脸打进好莱坞，一入反派深似海，从此洗白是路人。如今他无论演啥都不像个好人。今天的男嘉宾也有类似的困扰，拍了38年的戏，只要一出现在演员表，观众就直接被剧透。他就是自带剧透属性的男人，便当之王谢恩斌。长得老气对男演员来说向来不是坏事儿。今年62岁的谢恩斌事业运也是一直好到爆棚。尽管会感慨，如今有些观众已经对文学巨制失去耐心，但是这个从谢菲尔德的街头小混混到英国学院奖最佳男主角的故事，还是值得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出生在谢菲尔德的郊区汉兹沃斯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经营一间小造车厂，母亲是工厂的秘书。谢恩小时候就是暴脾气，一次他砸碎了一片玻璃门，一块玻璃嵌入了他的腿部，一度不能行走。尽管最终康复，也切断了他的球员梦想。16岁中学毕业之后，他尝试过在父亲的公司上班，接着又跑去罗瑟勒姆学院学习焊接。大学里一次偶然的艺术课让谢恩迷上了表演，一边学技术活，一边跑到别的学校上戏剧课，还在当地剧院登台表演。能在少年时发现自己的幸福和天赋，无疑是非常幸福的。谢恩在1981年22岁时获得了皇家戏剧艺术学院的奖学金，踏进了这座殿堂级学府。许多知名英国演员都是从伦敦音乐戏剧艺术学院或英国皇家戏剧艺术学院毕业。然而谢恩一开始却很难适应伦敦的生活。我来自工业小城，钢铁、煤矿、重工业都是我熟悉的，但伦敦城市的节奏太快，一切都让我震惊。我想念我的朋友和家人，真想就跳上下一班火车回老家，但最后我还是坚持了下来，因为这可能是我生命中最大的一次机会，我想实现对自己的诺言。随后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他饰演猎场看守梅勒斯。读过原著的人都知道，梅勒斯是一位孤独隐居但性力强健的男仆，诠释这种天赋异禀、一柱擎天的角色，谢恩斌当仁不让。木挑心语之间就把不合群、孤独但有自信的气质拿捏准准的，全裸戏更别提了。脊背白皙，窄小的臀精致漂亮，显出精细的男子气，黑红的后颈精细但刚强。这副细巧的身架，外表不强壮，但却蕴含着内在的力量。这种场面他从不怯场。在殊途同归，谢恩斌从5大3粗的硬汉变成朱唇粉面的亦庄站街女郎，劣质假发，口红涂出界，粉底厚厚一层，她是一个失败的异装癖。然而这种丑陋低劣的模样正是角色的精髓所在，美不是重点，情真动人就好。她饰演的不是天然一段风骚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吸堆眼角的娇艳美人，而是一个被戏谑嘲讽的丑八怪。谢恩斌演了一辈子的戏，被讨论最多的不是演技，而是领盒饭。出道第2年他就开始营业了。在英国先锋导演德里克·贾曼执导的《卡拉瓦乔》里牺牲很多，不仅当裸体模特，还奉献大荧幕的同性初吻，只可惜下场也很惨。电影里他被情人卡拉瓦乔割喉，一命呜呼。卡拉瓦乔之死让谢恩斌走向了领盒饭的不归路，一个接一个的赴死，死法更是千姿百态，应接不暇。007之黄金眼，高空摔下跌死；惊天悍将，死亡飞车，无法无天，血色真诚；撕裂的末日，搭车人，3重谋杀，现金对决，被枪杀爆头；指环王1，护戒使者被乱箭射死；权力的游戏被公开斩首。领盒饭次数太多，以至于他一出场就是剧透。起初他不在意，毕竟演戏赚钱养家糊口嘛。
渐渐的他变得抗拒，一方面担心自己的戏路被定型，另一方面觉得自己让整个故事变得很好猜。我曾经受邀出演一个角色，制片方是要踢死我，我赶紧说不，后来他们妥协放弃死亡。那不然这样，我们可以让你受重伤吗？我只能回复道，好的，只要这次我还活着就好。网友同情谢恩斌，当得知他接演传奇卧底的时候，他们配合宣传，在社交媒体发起不要杀谢恩斌的活动，话题越炒越热，盒饭梗顺利出圈。各位电影老板，求求你们睁开眼，别再杀他，让他好好活下去。当然，如果不担心剧透影响票房，那就尽情杀吧。拍了38年的戏，死了30多次。对谢恩斌来说，真正红透全球的只有2个角色，一个是《指环王1》护戒使者的波洛米尔，这个角色戏份不多，但足够出彩。波洛米尔刚夺宰相德内索尔2世的长子，深得父亲偏爱。面对索伦围攻刚铎，他无所畏惧，誓言以死殉国。被梦境驱使，他远赴幽谷，参加埃尔隆德会议，寻求答案。随后加入魔戒远征队，护送弗罗多摧毁魔戒。途中，他无法抗拒魔戒诱惑，试图攻击弗罗多，抢走魔戒。这个举动令他备受争议。当他临死之时，幡然醒悟，对抢夺魔戒一事自责不已。在保护霍比特人皮尔梅里而身中数箭后，他依然在忏悔。他并非贪婪之流，而是一个真实坦荡的刚铎英雄。另一个是全游的埃德史塔克，除小恶魔提利昂之外，这是乔治马丁钦定的演员人选。当时老爷子看过《指环王1》护戒使者的波格米尔，就觉得这正是奈德的特质，保守公正，心系一方百姓。由谢恩斌饰演艾德史塔克再合适不过了。身为临东城公爵，北境守护，奈德继承家族荣耀，恪守尽责，公正无私，哪怕不愿接任首相，也硬着头皮上。最终一代忠臣被斩首示众。全游开播10周年纪念的时候，谢恩斌回忆斩头这场戏，这是一场感染力很强并且充满悲伤的戏。原本乔弗里只是要流放奈德，但一瞬间他改变了主意。奈德感到怀疑和恐惧，随后接受了这个命运，同时意识到这是自己最后一次见到艾莉亚，所以我不能这样一个被砍头的人，还有错综复杂的感情要凝聚在那一幕，这才是权力游戏要呈现的样子。这是一场极其重要的谢幕，他不想碎碎念，更不想对口型，他要用心想做一件对自己有意义的事情。因此被砍头的那一瞬间，他自己加入默念祷告的细节，令这个人物充满怜惜之情。不过私底下要迷恋上这个男人恐怕有点难。结了5次婚的谢恩斌有4位前妻，次次都是无缝对接。在 RODA， 谢恩遇到了女同学，两人一发不可收拾的相爱。1987年，梅勒尼生下和谢恩的私生女。1988年，谢恩和前妻正式离婚。1990年和梅勒尼完婚。这俗套的扶正小三故事没能持续多久。结婚后，梅勒尼又生下第2个女儿，两人1997年正式离婚。就在这一年，谢恩和夏普合作女演员完婚，第2年女儿出生。第3段婚姻只维持了3年。2000年，谢恩又恢复了单身，也是这一年，他事业中最重要作品《指环王》正式开拍。谢恩的第4任妻子依旧是演员，女方还是西区剧院附近一间酒吧的经理，而谢恩当时正在剧场出演《麦克白》，两人于2008年完婚。这段婚姻最为抓马，女方指控谢恩家暴，警察更是3次上门盘查，最终婚姻在2010年落下帷幕。离婚之后，两人的恩怨也没有停歇。2012年5月，谢恩因为向前妻发送辱骂短信和打骚扰电话而被警方询问，被请到伦敦警察局喝茶，在接受问话、采集指纹和 DNA 后被保释。如此折腾，依然拦不住谢恩结婚的脚步。2017年，他和第5任妻子完婚，女方比他小了足足26岁。已经是老油条的谢恩对英国媒体这样说：“我不打算再结婚了，但我没想到还能遇到像阿什利这么棒的人，我迫不及待的想和他共度余生。”话是这么说，但去年3月，夫妇俩还因为在飞机上掐架上了新闻。
据外媒报道，谢恩当时正在温哥华出演科幻剧集《雪国列车》第2季，不过是头等舱的免费酒水而已。夫妇俩从上飞机开始，两人就不停地喝红酒，下午2点就喝高了，口齿都已经不清，接着就吵了起来。女方直接把一整杯白葡萄酒泼向老公的大腿，谢恩随后也抄起一个玻璃杯砸向妻子，场面相当不堪。机组人员随后介入平息事态，好在最终航空公司没有报警，还派出贵宾专车在抵达机场等候，赶紧把这对闹事夫妇请下飞机。婚姻生活是一团麻，竟然完全没有妨碍到谢恩斌的事业，说起来也堪称奇迹。关于领盒饭这件事儿，谢恩斌好像又变卦了。粉丝问他到底哪一部没有被刺死，谢恩斌笑了很久，想了很久，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记得拍摄的第1部电影《暴风女郎》，我在里面差一点死，但没死；绝地救援里我也没死，所以我才是领便当第2名。在克里斯托弗里之后，我今后想办法多领一点便当。哦，原来他一直对第1十分在意啊。剧透不剧透，定型不定型，已经没名次重要。领便当第1名这个称号，谢恩斌争定了。最后，如果喜欢这部影片，别忘了按个赞，或是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感谢您的鼓励，我们下期再见。